为什么中国的银行效率如此之低？为什么中国的银行是这么挣钱的？然后我们跟它做个对比，在美国，这个哪些企业是挣钱最多？全部都是高技术。那为什么美国银行挣不了这么多钱？都是高技术挣钱，因为它都是市场上的，都是私有企业，没有一个厂子，没有一个企业有1寸的土地是你自己的。那么当你的土地不是你的时候，从法理上讲，别人可以要你的土地还有所有的银行都是国有，都是共产党，因为中国的制度来自苏联。之所以做这个比较，最大的原因是因为这个。那我问您一些现实问题。好。一个就是您也讲过好多次了，就是因为您本身是经济学家嘛，或者您研究经济论，但我知道您研究制度研究的非常非常清晰，而且就是醍醐灌顶。因为您这样说就把好多结构性的问题，然后这次我们又系统的讲了这个基因问题，制度基因。那要在这样一个框架下，现在中国社会的面临的最关键的问题，近的讲就是你能看到的各个行业的经济的失败跌落，或者说一个一个的产业的被打碎。然后你也分析过，就是它其实是有很具体的制度原因的，在可预见的未来，或者您可以给一个期限，短期的长期的，一定会出现或者会出现什么问题？经济对和跟经济相关的这个制度，就目前的社会结构，或者说会不会崩溃？如果不崩溃，它会在一个阶段是什么样子？如果崩溃，会以什么方式？如果我们用非常非常快、非常简单的方式来概述中国的现在的状态呢，那么从非常宏观的、很概要的角度看呢，就是它有点像就是苏联的70年代中期的那个状态。这是什么意思呢？很多人其实并没有，因为我没有来得及解释的情况下，很多人会误认为这个我是简单的来看比较。对，实际上呢，就之所以这样讲呢，有好几个原因。第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中国的制度来自苏联。之所以做这个比较，最大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它的制度来自苏联。然后呢，它虽然在改革开放时期有了非常大的变化，但是这个变化完全没有，从来也没有在基本上把中国的制度使它脱离苏联的制度。就是它是有中国特点的，有很强的中国的特点的，但是它最基本的、最核心的、根本的那个基本制度是来自苏联的，这个没变。这是什么制度？这就是共产党统治全社会的、共产党统治全经济的极权主义制度。就从这一点上讲，它跟苏联没有差别。那么它跟苏联有差别的是改革开放以来，这个它的经济成分上有了这么大的一个私有部门。那么这是非常大的差别。但是它的那个私有部门，所有的私有企业并不完整的拥有他们的私有产权。那么如果人们看不到这一点，那你就是自己把自己眼睛遮住了。就是所有的私有企业的企业主必须听共产党的。就是共产党都领导你们。而且呢，所有的厂子，你所在的那个土地都是国有的，没有一个厂子，没有一个企业有1寸的土地是你自己的。那么当你的土地不是你的时候，从法理上讲，别人可以要你的土地还有所有的银行都是国有，都是共产党的。所以当所有的金融都在共产党的手里的时候，那么他控制你的这个手段就很多。那当然共产党控制企业家并不真的只需要物质，并不只需要这个土地和这个银行，共产党可以直接这个控制你的人身。就人，因为你没有这个人权，对吧？当你这个人权没有得到基本保障的时候，
实际上人的产权也没有基本保障。产权是人权的非常基本的一个部分，同时它和人权的其他部分是高度的连在一起的。你不用想象在没有人权的地方能有产权，没有人权的地方人的产权都是名义上的。所以呢，给定所有这些东西，那么中国的它的这个，它跟苏联的这个差别呢，就变得小了很多，对吧？由于它的这个私有经济，这个很大程度上，这个在根本的程度上是这个党控制的。那么，单纯讨论经济的时候，那么更重要的部分呢，就是由于中共在这个最近的20年里，不断的做强做大国有企业，那么它最后就实现了做强做大国有企业。当我们讲做大做强国有企业的时候，我们讲的国有企业里不仅仅是通常意义上的国有企业，而且包括地方政府，就是地方政府这是巨大量的就是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个是几十万亿上百万亿的这个地方政府的这个债呢，这个债实际上就是国有企业。那么这么巨大的国有企业的债，实际上巨大量的债都是坏债。那么坏债就意味着这个经济要出问题。那么之所以我们说它这个类似于苏联的70年代中呢，那么苏联的70年代中，它是全部的都是国有企业，然后它的国有企业面对着严重的坏债的问题，它的经济面对着严重的内需不足的问题。那中国跟它是一样的，面对着严重的内需不足的问题。而在中国之所以产生严重的内需不足，原因也跟在苏联是一样的，是因为在苏联是因为100%的国有制，在中国是因为100%的国有土地制，100%的国有银行制，100%的国有的上游所有的制高点的经济全部都是国有的。那么所有的这些部分国有之后，就意味着财富分配，财富分配到普通人住户人，就是家庭手里的很少。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家庭收入占 GDP 的比例如此之低？为什么中国的内需这个占 GDP 的比例如此之低？原因是因为第一轮的财富分配就已经大头不在这个个人手里。对，那么它不在个人手里呢？原因是因为国有制。这个国有制，中国的这一点是跟苏联的这一点是高度相似的，虽然不是完全一样。那么为什么这么大的私有部门仍然这个资源的配置是这样呢？原因也很简单，是因为他把土地、把银行、把上游、把经济制高点全部控制之后，他实际上用这个方式把大量的私有企业生产出来的价值捞到他那边去了。所以呢，你这个私有企业是提高了中国经济的效率，但是私有企业并没有能够把大量的他们创造的价值变成私有权，保留在个人的手里。而这个国家共产党通过国有的这个各种手段，他把这个资产给拿走了。比如说一个具体的例子，就是中国的这个上市企业哪些部门是挣钱最多的？你去看一看这个官方的统计数字，历年永远挣钱最多的是全体的银行，而全体的银行都是国有的。为什么中国的银行效率如此之低？为什么中国的银行是这么挣钱的？然后呢，跟它做个对比，在美国这个哪些企业是挣钱最多？全部都是高技术。那为什么美国银行挣不了这么多钱？都是高技术挣钱，因为它都是市场上的，都是私有企业。那么当然我这里私有我的用语的意思是说他们的最终所有者是私有。那么在美国的用语里，它可以说这是上市企业，上市企业，但是它的背后都是私人。那么在中国呢，它这个即便是上市的企业，它也是巨大量的这些上市的企业是国有的，是国家控制的。就是私人即便买了它的股票，你是根本就没有控制权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哪怕你有很多的私有企业，仍然这个整个经济体里创造出来的这个价值，它的主体是被政府拿走了，那么才导致了这个内需这么低。那么内需不足，实际上是直接中国经济增长碰到的这个困境。就是什么是使得中国经济增长困难的这个主要的原因呢？第一个原因就是内需不足，而内需不足从来也不是中国一个国家的特点。内需不足是所有共产党国家经济的基本特点。而内需不足之所以是所有共产党国家的经济基本特点，就是因为是国有制。而在中国，那你虽然是有部分的资产不是国有制，但是它通过国有制的方式，已经把那个私有企业创造出来的价值的大头已经被他们拿走了。那么这个就导致了内需不足。那么下边的问题，什么东西导致中国的经济增长这个下滑？那么就是供给侧，刚才讲的需求侧。那么供给侧，那么就是第一，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这个主要的动力的来源是这个来自私有企业，和来自这个国际贸易，和来自这个投资。那么私有企业这些年不断的压制，不断的打击，那么现在这个私有企业的企业家们已经基本上丧失了信心，所以呢，这个私有企业现在这个投资一路下滑。那么当你的中国整个经济的效率全部来自私有企业，当整个私有企业这个部门这个投资一路下滑，连续多少年的一路下滑，这种情况下，那么当然它就从供给侧就使得它这个也就没有了力量。那另一边就是这个国际贸易。那么中国的国际贸易，由于它跟这个美国跟这个欧盟跟所有的发达国家现在全部都这个为敌，那你跟这个所有的发达国家为敌，而只去跟这个一些发展中国家一些专制的制度这个友好，那么你就导致你和这个发达国家的贸易大幅度下降。所以现在就是如果我们看哪怕是官方统计数字，这个2023年的这个国际贸易就进出口总体放在一起看，那个增长速度都是0点几，就是没增长。对，基本没增长。那么你这个私有部门下降，你的这个国际贸易没增长，那就只剩下这个投资一个方面。而投资这个方面呢，当这个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一起投资的时候，那么你就是个很大的数字。那现在就是私有企业投资是一路的下降，所以现在的投资基本上都是国有资产的投资。那国有资产投资会带来一些当年的这个经济增长，但是这个问题就回到了我为什么说它相当于苏联70年代中期。苏联70年代中期就那个投资都是国有的，苏联那个时间内需是不足，那个时间国际贸易不行，那个时间它的增长只能靠国有投资在顶着。但是国有投资虽然它能顶住当年的增长，国有投资马上带来的就是一个病，那个病叫软预算约束。这是一个癌症，这个是这个共产党制度下的经济的癌症。所谓软预算约束，就是国有的企业在资不抵债的时候不会破产。那么由于它没有破产，它不担心会破产，它不受破产的威胁，所以它就敢投资，它就敢举债，那么就使得它的坏债特别的多。那么这个坏债就是癌症的表现，就变成空。那当你的坏债足够多的时候，你的经济就是要垮的。那么现在中国呢，就是坏债非常迅速的在往上走。那么原因就是这。那如果从时间线上来比的话，现在相当于苏联的70年代，那我们是不是会说，我们普通人就最简单的数字，就还有10几年是我们就要看到这个苏联解体了？它是这样，就是苏联的这个解体呢，里边有非常重要的经济改革失败的因素。对，但是呢，它不完全是因为经济改革失败。就是
有一个党内的共识，是吧？对，它是在经济改革不断失败的这个背景下，他的社会精英不断的这个努力纠正，经过了不断的努力去纠正，发现无法纠正的时候，那么在他的社会精英里逐渐就形成了一个共识，就是这个制度没办法改革，就是如果我们还想改革，我们就先放弃这个制度，再谈改革。所以不是在这个制度上改革，而是放弃了它再改革，再放弃了它重建。那么这个共识是不仅仅是在苏联，实际上远为更重要的是不是在苏联，就是说远为更突出的是在东欧和中欧的共产党国家里，他们广泛的形成了这个共识，所以是他们的制度垮台在先，苏联的垮台在后。但是即便在苏联，实际上也已经形成了这个共识。那么这个共识呢，是使得它能和平演变的最重要的一个部分之一。就是说这个从来也不是经济就能决定的，但是经济一定是中间的非常大的那个部分，就是支柱的部分。这个支柱要垮了，那么人们这个中国有句老话叫墙倒众人推，就是说众人看着他要倒，一块儿去推，他就倒了。众人都不推的时候，那个东西还在那儿，可能不知道会挺到什么时候，但是他会摇摇欲坠，挺在那儿，会挺着，但是需要众人去推。这个太重要了，所以您刚才也说到这个社会共识很重要。对对对。所以现在也就是说，不能简单的把现在的中国社会跟70年代的苏共相比，因为你刚才说了，因为有一个中欧、东欧的共识，对对。然后苏联也有苏共的领导精英，他们认为这个制度已经没希望了，但是只不过是放弃这个共产制度，但是他还是要继续维持他们的控制的。只不过是换了一个形式，所以才有后来我们看到的现在的俄罗斯这一套寡头。对，你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个苏东集团解体之后，你可以看到不同的国家走的不同的路。这就是回到了我的制度基因的道理上去了。就是你原来的制度基因是什么，决定了这个当共产集权制没有了、垮了之后，你走上什么路。所以呢，所以它是不是垮很重要，但是一定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有什么基础，就是我们的制度基因是什么，我们有什么基础，我们往哪儿去。就是像这个俄国，虽然苏联垮了，虽然这个俄国没有共产党了，俄国人也不信共产主义，俄国不是共产极权主义了，自从这个92年就已经不是了，但是它变成了一个返回沙皇那时候去了。他只不过他跟沙皇时候的不同就是，普京没有做沙皇的合法性，沙皇是有合法性的，普京没有做沙皇的合法性，所以呢，他名义上是宪政，名义上还有选举，但是呢，他根本也不是宪政，对吧？他用恐怖的方式，所以呢，就是说你这个制度基因是什么，走到哪里去，这个一定是。实际上是人们可以做努力和人们这个能预测的。是我逼着您预测已经有点勉为其难了。你看最近有好多真的就像好像受历史的这个愚蠢重复。比如说这礼拜我们看到湖南发了一个公告，要求大家解放思想。对，很多人就在琢磨这个是什么。对，您觉得是什么呢？是又在重复60年代的大鸣大放，然后引蛇出洞吗？还是在干嘛？这个因为我们并不知道实际里边发生的是什么，我们只能猜。我的猜测呢，最大的可能呢，是因为经济要垮，然后呢，他们知道中国的。就是不是说都知道，但是一部分主管经济的、实际管经济的人知道，中国的经济离不开私有经济，然后中国经济之所以要垮，是因为前面把私有经济搞垮了，所以他希望这个
企业家们再回来，希望私有经济再能返回来。希望有的人说点真话，还是不是说真话，而是表示一个态度，表示了一个态度以后，会让企业家感觉到这个又回到了当年私有企业发展的时代了，就给他们这样一个感觉，让他们再重新来投资，再重新来工作。所以下边的问题就是，这个企业家们信不信？有多少人信？肯定不会所有人都不信。下面的问题就是有多少人会信？企业家现在还有一个有一个中国很现实的问题，因为这2年其实去年像在 COVID 期间，很多人就是说，一个是有产阶级、有钱人或者企业家纷纷走，但是最近今年大家好像又一个人有一些是反应过来了，就是走了，就把财富直接转移。当然呢，下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企业在美国或者在海外到底怎么往下进行的问题。同时还有人就是说出不来，也不是那么容易，就是照搬。对，那就还得在中国勉强支撑。所以就是这些出不来的普通人和企业家，在中国勉强支撑，他们还能有什么动能，或者还能面对的，就是他们怎么办呢？你现在这个问题其实跟前面那个问题是连着的。就是说，这个我相信湖南的那个不是就是湖南，接着别的省也会弄，然后呢，各省呢就会弄，各省弄的时候呢，那么从省就到市，市就到县，然后呢，就是下边的问题呢，就是说，他是不是给地方政府这个相当的权利，要他们去发展私有经济，这个如果他给，这不排除的，这可能性并不小的，就是他很可能给，因为他如果经济要垮，那就更糟了。与其经济垮，还不如就是设法复制这个20几年前发生的事儿呢，就20、30年前，他就是复制20、30年前的事儿，这个，所以不排除这个可能性。那么当他努力去复制20、30年前的那个事情的时候，那么这个虽然很多企业家都觉得不断的被割韭菜，他已经不相信了，但是呢，他仍然还要求生路。对，他这个资金也出不去。那么当他资金出不去，他要求生路的情况下，那如果这个各级政府表现了善意，给了他这个机会，那他会觉得，那为什么不呢？就是哪怕我不相信，哪怕我觉得我很怀疑，但是我慢一点死比早一点死好一点吧。是的，很多人确实这种想法，而且我也听到一些商人就是说，反正只要能挣钱，对，此刻能挣钱就先挣上，对，挣完了再想下件事儿。对，很多人也在搏这个时间差吧。对，应该说的20、30年前的那个事儿，是指再一次的就邓小平南巡讲话吗？还是不是改革所谓的改革开放？当然是邓小平南巡之后才使得私有企业大发展。那么这个私有企业的真正的大发展，实际上是这个20世纪末、21世纪初，就是最快的发展，那一段非常非常快。那段非常快呢，其实就是因为共产党给开绿灯了。就是从来他不用私有企业这词儿，也不用私有化这词儿，他用抓大放小这词儿。然后你这一放小，什么是放小？放小就是给了地方政府这个完全的权利，来决定地方国有企业的命运。他就下边一句话没说，实际上就是默许你可以把它卖了，那就是私有化嘛。那实际上不就是大部分的民营企业，大部分的地方国营就卖了。那这一下就中国就发生了大变化。可是你也说过，像习近平他本人是坚决的要这个权力中央化的，他会做这样的决定吗？这跟他的初衷是完全相悖的呀。他不是认为之前是走了邪路的吗？走了弯路。对，他的问题，实际上问题就在于他在多大程度上
意识到他的经济所处的困境。好多人在争论他到底知不知道。他应该是知道，但是呢，困境到什么程度，就有多危险。如果他不认为危险，他不会走这一步。如果他认为危险，走了这一步能免了我的危险，他会走。就是所以的问题在这儿呢。这有点像那个清末的那个宪政改革。就是清末的宪政改革，慈禧太后绝对不会自己要走宪政改革的。那次宪政改革的原因就是首先续命吧。对，他首先就是因为这个义和团杀外国人，然后八国联军来了以后把他打跑了，然后呢返回来以后，这个辛丑条约是规定的要他改革，就是那个条约里有的要他改革。所以呢，你既然签了辛丑条约，那洋人军队还没走呢，他说你得给我说清楚了，所以他就是答应了。所以他不是杀了几个人吗？然后这个改革，所以第一个重击就是因为这个辛丑条约他被迫，第二个重击就是日俄战争，就是日俄战争居然日本能把这个俄国给打败了，败这么惨。那么当时在中国非常轰动，在中国的整个的媒体翻天覆地的是说，之所以小日本能干倒了这个沙俄帝国，因为宪政，是因为日本是宪政，那个俄国是君主制，是宪政会赢了君主制，所以中国之所以现在这么惨，一次一次都败，是因为是君主制，只有宪政才能救中国。整个的媒体都这么说，他的大臣们也信了，所以他在这种背景下，他说派5个大臣，5个大臣里边包括他们满人呢，出去考察到底这个宪政是咋回事。出去考察，连他们满人都往回报，绝对必须搞宪政，不搞宪政咱不能生存了，就只有搞宪政才能生存。所以只有搞宪政才能生存，他就愿意搞宪政，所以才慈禧才弄的。对。所以中国这个事儿是一样的。如果他相信，这个经济到了很危险的关头了，在这个危险的关头下，只有私有企业才能这个缓过来，那他能干，他会干。那他就会控制私有企业。就是他说我让你干，但是我得领导你。就是他绝对不让你这个私有产权完全是你的，就是我得控制你啊，我让你干。